小公子，巧儿，巧儿，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了？给你，这是我从厨房悄悄偷出来的，差一点就被我娘发现了。谢谢公子。好吃吗？好吃，我最喜欢吃桂花糕了。这些都是你的，慢慢吃，别急。李建香，小子，刚才是不是又去厨房偷东西吃了？你给我站住！巧儿姑娘，好久不见。刚刚徐老太叫你巧儿的时候，还以为重名，没想到真的是你。公子这些年变化可真大，巧儿一时都没敢认，只是没想到后面会发生这些事儿。也算幸运，你刚好去厨房偷吃桂花糕，在柴火堆里睡着了，才躲过一劫。是啊，只是自那之后，我与小公子各自分别，这12年我再也没有听到你的消息。这些年，你活得很累吧？我还好，倒是你，怎么又做起丫鬟来了？我一个穷苦人家的女儿，就是当丫鬟的命。况且，李夫人当年待我很好，我对这个地方总归是存着一份感情的。对了，巧儿姑娘，帮我一个忙，我的身份不要告诉任何人，包括与我同行的那几位。公子放心，巧儿明白的。谢谢。那巧儿就不打扰公子休息了。剑仙兄弟，剑。见星行得正，坐得直，不怕半夜鬼敲门。找我何事啊？徐老太今晚请我们吃席。老夫人，客人到了。贵客，快快请进。老夫人，快，坐吧。谢谢。大家都坐。哎，夫人，令公子怎么没来？哦，他身体不舒服，今晚就由老身来招待各位。哎呀，这许公子真是好福气呀！听说这位新娘子生的是花容月貌啊，方才贫道算出徐老夫人这子女宫流年破军化科，想必不出半年便可开花结果呀！哎呦，那就借大师吉言。哎，大家吃菜，别客气，不用客气啊。切。
有些乏了。明天早晨还要安排婚礼，老身先告退了。好，多谢夫人。你们继续，继续。我们再喝几杯，跟我老乡。对，请坐，请坐。来，夫人慢走。哎呀，哎呦，来，满饮此杯。倒满。对，酒逢知己啊，千杯少。儿子，来，敬你叔叔一杯来。那一起。话说，这许家大公您的意思是说，徐府闹的鬼是云音？那如果许七言和云音真的相爱，他又是被他照顾病死的，道长，我问你，何必生出如此大的冤屈，变成作祟的冤魂呢？你怎么知道他是病死的呢？
病啊！我看你才有病，大晚上的不在自己房间睡觉，跑我床上来干嘛？嘘，我刚才起夜，看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，特来找你商量。我看最奇怪的人是你吧？你听我说。一个满脸长发的女鬼突然就消失了。对，胡大人，怕不是做了亏心事，被女鬼缠上了吧？你以为我是你啊？我真的看到了，那女鬼。住手！哎呀，福寿还来！哎呀，许公子，你把它给我！哎呦，都是因为你这个妖道！巧儿姑娘，许气言的先夫人，她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？那巧儿就不打扰公子休息了。天地为证，日月为媒。今有新人许公子和柳小姐两情相悦，缔结连理，请新人行成婚大礼，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。大人，明明是婚礼，看这帮人全哭丧着脸。大抵是因为夫妻对都会出事拜儿吧？哎，白天怎么没有听到那诡异的声音呢？这白天闹什么鬼？这鬼啊，估计去地府休息了。
相公他一直都这样吗？公子他不是坏人，只是有一些忘不掉云英夫人。夫人，您别怕。我酒吃多了，有些乏了。那奴婢帮您卸掉钗环。好吧。人生得意。真是个奇怪的人。我们再喝一杯。算了算了算了。巧儿姑娘，我来还钥匙。来了。巧儿，钥匙还给你，谢谢。不客气。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好，你先忙。猪脑能不能动脑子想想，程宇会不会？确实是上吊而死，而且这里就是第一案发现场。怎么说？根据死者脖颈上的勒痕方向可以看得出来，他不是被人勒死的，而且地上有秽物，这是上吊而死的人会出现的失禁情况。哎，你们快闪开！啊，
这究竟怎么了？没了！哎呀，怎么都没了？我的那些法器呢？符咒呢？还有那幅画去哪儿了？各位，报官吧。不可。所有人都在现场，可唯独道长你不在。可否告知在下道长当时身在何处啊？我。没事，你们聊，就当我不存在。你在洞房里服侍柳氏的时候，他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？奇怪的地方，我们家公子一直神神叨叨的，新娘被吓到了。相公他一直都这样吗？有一些忘不掉原因，夫人。夫人，您别怕。
我酒吃多了，有些乏了。那奴婢帮您卸掉钗环。走吧。公子离开后，他看起来心情也不太好。巧儿姑娘，我来还钥匙。好的，我马上来。夫人，来来姑娘过来还钥匙，我先去拿。去吧。巧儿，钥匙还给你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好，你先忙。走了，还看？夫人，那奴婢先扶您去休息。走吧。帮他洗漱完，他就要睡了，而且还穿着婚服。饭菜、胭脂、蜡烛、酒、
没有秽物的味道。那种味道，即便房间被打扫过了，以我的鼻子也是能够闻出来的。不大可能是在这个房子里吊死之后，再移到戏台上的。你就没闻出别的什么味道来？都是这个房子里本该有的味道，没什么特别的地方。出去看看。前2天啊，新娘死在戏台里，可吓人了。这2天都没睡好觉。我也是，在想要不要离府了，天天做噩梦。两位姐姐，忙着呢。来坐。好。这个弟弟打听点事儿呗。像这种凳子，在咱们府上多吗？这样的凳子在府上一模一样的有很多。谁都有可能搬出来坐会儿晒晒太阳。那昨天晚上在这个厨房里头，一共几个人呢？昨晚就我、真儿、莲儿、掌勺的他们都回去休息了。那中间有没有什么人过来帮忙？昨晚大家都忙得很，活比较多，我没太注意。对了，巧儿姐来过。对了，你不说我都忘了，人家巧儿可是老夫人眼前的红人，昨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跑到后厨我们这种粗人待的地方帮忙。巧儿姐是好心，好心？她心里想的什么我们还不知道啊？人家可是过好日子的人，心高着呢。平时不是贴着老夫人，就是贴着气颜公子，说不准就是她想上位才杀的人。你别胡说。真儿，你一个粗使丫鬟怎么还帮着她说话呢？真以为傍上她就能攀上高枝了？我没有。两位姐姐，别吵了，没必要。喝茶。那这个巧儿帮工了多久之后再回去的？当时大厨做了一道羊肉锁饼，大概只有2刻钟吧。之后我就和他一起回的婚房。我可以作证，巧儿姐什么都没有做过。那你和他回婚房的时候有带凳子吗？我们当时都端着菜，而且看见尸体的时候，那个凳子就已经在新娘脚下了。喝茶。
是怎么将昏迷的新娘给运上来的？除非他会功夫。不见得。放疗。虽然柳氏身材娇小，但一个女人也很难把她抱起来。徐老太太肯定抱不动，府里的丫鬟们也都很勉强啊。许倩和管家一直在前庭，厨师一直在厨房，他们也没有时间作案。那最大的嫌疑人就是那个逍遥子。昨晚他全程不在席上。要说动机，那也有，因为只有不停的死人，他才会不停的赚到钱。所以，他客居灵州，一直围着徐府转悠。我现在就去好好会会那个逍遥子。杀人了！尸体上有余温，应该是刚死不久。可发现什么端倪？我已搜查过四周，并未发现有可疑的人。连大师都死了，这冤魂也太厉害了吧！住口，还不退下！连大师都死了。难道这府上真的是有冤魂在作祟吗？夫人莫急，明日我去找一位更厉害的道长前来做法。哎，胡来了呢？我也没看到。怎么回事？又死人了？大晚上的，你怎么跟他在一块儿？我方才迷路了，多亏了许公子，我才找到回来的路。甜甜，你添什么乱？来呀！死者颅骨断裂，生前应该遭受过强烈的撞击，是被人打死的。这么看来，冤魂索命只是个幌子，真正的凶手就在这个院子里。不会反复变换作案手法才是。那也未必，之前也有过。
对了，大人，今日我去官府领相关卷宗时，被一个书生拦住。他说有重要职务要交付于我等，我已与他约定，于今日未时在书信摊会面。如今时辰已近，我们不如赶紧出发吧。备马。姑娘慢点。谢公子。那几天膏药啊，这位是大理寺卿胡大人。好差不多了。见过几位官人。关于徐府的事情，在下有几个疑点，想向各位汇报。什么疑点？那么好啊！不愧是关老爷，一语中的，正是此理。可这又与你有何关联？你是与徐府有仇，还是说你要讨一份通报的赏钱？以后别喝了酒，老往那徐府旁边领我也是受城中街坊的嘱咐。是李作将军府，那一家人死的老惨了，你知道吧？那现在驱鬼的道士都死他家了。这许家人他也奇怪啊，鬼宅都敢买，哼，真是晦气。咱不聊这些，咱快回家。可以，走。当年发生的那起灭门案，还是历历在目，邻里乡亲全都知道，甚是恐怖。走着。这次你省了啊，没问题。那府上发生了太多事了，闹得是人心惶惶，总希望能早日有个说法。可这到底是风水不好啊，还是背后有恶人在作祟呀？云英夫人喜欢玫瑰，齐延公子就为她修建了这个花园；云英夫人喜欢唱戏，齐延公子就为她修建了这戏台。哦，还有这个妙音斋，也是因为他才叫妙音斋的。那巧儿，云英是怎么死的？我来府里的时候，他已经过世很长时间了。虽然外面的人都说他是冤魂害的，但府里的老人都说好像是病死的。那你知道是什么病吗？好像是肺病。肺病。那云英过世多久之后，许希言才开始娶妻的？差不多过了个3、4年吧。3、4年，好像也不算太迫切。据说云英夫人刚去世的时候，她心里难受，整日沉迷于制作纸人。后来有一天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她把所有的纸人都烧毁了，只留下了一具与云英夫人最相似的，留在这个妙音斋里，日日与那纸人对望。柳氏的葬礼定在明天。公子，你有所不知，老夫人发话了，柳氏的葬礼一切从简，今晚就要下葬。天黑借道，死者为大。阴人上路，阳人回避。天黑借道，死者为大。阴人上路，阳人回避。你怎么搞的？棺材坏了，你赔得起吗？我哪知道，天这么黑，
没事儿，关上就行了。啊！滚啊！大人，尸体找着了吗？找不到也找不了。现在灵州的捕快都忙不过来了。忙不过来？不是为什么呀？哎呀，你嚷嚷什么呀？灵州近郊刚平息了一场山匪作乱，官府全都去大力搜捕余寇了。那也不能把我们的案子晾在这儿吧？就是啊，对他们来说，这就是一个小小的新娘尸体失窃案，办成了也没什么奖赏。那边可是上了通缉令的要犯，抓到了是有重赏的。这帮见钱眼开的废物，太过分了。那棺材呢？你们看到了没有？我们去看了那个。
这本书提及的火命分为7类，乃霹雳火、炉中火、复灯火、天上火、山下火、山头火，还有这个天神火。天神火，天神血火，普照苍穹，既蒙此光，永驻乾坤。天神血火，普照苍穹，既蒙此光，永驻乾坤。对，就是这句话。福来酒楼的杂役在自焚前喊的口号，哎，你们还记得吗？在大牢里的时候，血神教徒们也嚷嚷过类似的。难道是说鹿犬宫也和血神教有关？哎，这么晚了，甜甜怎么还没回来？甜甜什么命格你们知道吗？金命。云音也是金命啊。那从许七言的角度来说，甜甜就是云音还魂的宿体，所以现在甜甜很有可能被他所抓，用来还魂。若是这样的话，甜甜现在应该跟柳氏的尸体藏在了一处。此刻甜甜绝对被关在密室中，可是徐府这么大，我们上哪找密室啊？我知道。走。快进去！娘亲，我不要进去，爹爹有危险，我要去救爹爹。你爹爹可是大将军，武功盖世，他一定会把那些坏人赶跑的，相信娘亲，啊，走。怎么这么多纸人？而且这些纸人和妙音斋里云音的纸人
气言在无意之间得到了一本《复活往生录》，书上有写啊，他要连娶5个命格不同，且和他拜堂成亲的女子，便可复活一个人。大家知道这个人是谁吗？当然是他的爱妻云音了。所以，他痛下杀手，夺取了6个人的生命，6个呀！哼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像许家公子那般用情至深的男人也不多了，哎，为个戏子值得吗？这自古以来，女人就是祸水。许家这么大产业，这次怕是要败了。哎，可不是嘛。那云音夫人也没做错什么，怎么就成祸水了？你懂什么呀？要不是因为她，许公子会杀人吗？那也不是云音夫人让他杀的呀。许七言但凡娶个良家女子，就不会落得这下场。是，他说的对。哎呦，少在这议论是非，都给我滚蛋！这拿走跟他有什么关系？曾生，叫建兴快上车。建兴兄，快上马车吧，大人已在车内等候许久了。来了。你仔细看看。小公子，小公子，对不起。
腐尸，蜡烛，血，体香。小公子，公子还是这么聪明，我就知道你会猜出来的。巧儿，我真没想到你心这么狠，伤害这么多无辜的人。无辜？谁是无辜的？这俩是你闺女啊？啊，是，几两银子？大的5两，小的3两。不行，太贵了。这小的送到将军府做丫鬟，人家都不一定要。这小的不值，大的值啊！大的会唱戏，你把它卖到戏班子，这铁定不值这个价。这也太可怜了。 8两，这8两吧。姐，我不想跟姐姐分开。进去。姐姐，我不想跟你分开。巧儿乖，巧儿不哭。等阿姐唱够2年戏，赚够了钱，就一定赎你出来。你等着阿姐。这是你看，是好听啊，声都不错。哎，你看真漂亮，你听这段好啊。哎，多谢啊，班主。这位公子有何吩咐啊？这位姑娘叫什么名字？云音。我想给云音姑娘赎身。娘子，喝了这杯合卺酒，你我便是夫妻了。喝啊！
站住！别跑！林夫人，别跑了，跟我们回去吧。各位大哥，你们行行好，放我走吧，我给你们跪下了。别废话！不要带我回去！放开！我不要回去！放开我！当时正值午夜，下人们都睡了。等他们发现是火，已经晚了。所以云音是被火烧死的。如果是大火烧死的，都还算解脱了。可他当时没死，浑身都是烧伤，还得了肺病，别说是唱戏了，连吃饭都困难。我熬了几个月才死。所以你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？姐姐当年找到了我，与我书信往来了1年。关于她的事，一部分是从书信当中得知的，还有一部分是姐姐当年的贴身嬷嬷离去世前告诉我的。所以你进许家当丫鬟，是为了报仇？她本来就是我姐姐，为了她放弃点自由算得了什么？可你为什么要去伤害那些无辜的新娘？我是在帮他们，我是在帮他们。当年许七言找到时要到了往生树，需要集齐5个女子来复活姐姐。他后娶的第一个新娘叫做吴氏，为了帮吴氏离开，我装神弄鬼的拖住许家人，没想到许七言他就很高兴，他
觉得我姐姐显灵了。如果我姐姐真的在天有灵的话，第一个要杀的就是她许七言。可是吴氏怎么死了？他逃走的时候，秦王室错下，跌进灰烟，是我害死了他。不，我是在帮他，我是在救他，我是在救他们所有人。他活着就只能痛苦，就像我姐姐一样。可我又……乔儿，我会去地府给他们赔罪，不让许七言再靠近他们。公子，你知道吗？那几年是乔儿最开心的日子。桂花糕真好吃，乔儿还想再吃一块。好，乔儿，你听话，我带你去吃桂花糕，我带你去吃桂花糕。所以，逍遥子也是乔儿姐杀的。逍遥子发现他杀了人，威胁他要钱，乔儿就把他灭了口。那他为什么不杀徐老太呢？想必是因为许夫人待他亲如骨肉，他下不了手吧？有道理。
剑星贤弟，你是不是有什么想和我说的？不，我只是回忆起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事，也想起了曾经许多未曾想到的事情罢了。原来是胡正义胡大人，大人您探案的本事早已名扬天下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没错，新娘是我杀的。灵州官府会审理此案，把我送到官府里去吧。你既承认得如此干脆，想必早已明了死之。如今许公子已死，即便将你送入大狱，想你也不会等到认罪伏诛的那一天。罪状我已全部写下，放到徐府的前厅了。哎，你又何必？好。我还想问你，李作将军和李夫人，他们生前有没有什么仇家？或者在出事前，是否与何人产生过纠纷？你印象中可有什么疑点？那时我才7岁，不过当时我在柴房里，好像隐隐约约听那些杀手说了些奇怪的话。什么话？好像是与圣人登基有关，不过具体的我也记不清了。那时我实在是太害怕了。原来如此，你有什么感悟？感悟？感悟倒是不少。我在胡大人身边学习到了不少断案的本领，思来想去，收获颇多。平地一声马屁，你一定是憋着什么坏呢？不过，这次的斋天灯大会，据说呀，有10几个国家的商队要来，好玩的事情还在后头。未来会。